朋友们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个你可能不熟悉的新加坡。你知道吗？新加坡在历史上曾2次遭受外来入侵者的焚城。新加坡的江山并非是靠流血夺取的，它是一个在被独立后迅速崛起的国家。今天我们将深入研究新加坡令人惊奇的历史和独立，从最初的一个不起眼的渔村，到成为世界上最繁荣和多元化的城市之一。新加坡的历程堪称非凡。那么，坐下来喝杯茶，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历史冒险吧。要真正了解新加坡的历史，我们需要将时光倒回14世纪。当时有一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三佛齐王子苏门答腊，古称三佛齐。他在一场严重的风暴后在新加坡岛上避难。他在狩猎时发现了一只狮子，他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并决定建造一座城市，叫淡马锡 TMSA， 意为海上城市。三佛齐王子的父亲是半神人物桑萨普尔巴，据传说是马来世界几位马来君主的祖先。据来自福康宁山和附近新加坡河沿岸的考古证据表明，在14世纪这里是个繁荣的定居点和贸易港口。这也证实了元朝旅居者王大元关于龙衙门和新加坡定居点的目击证词。该定居点从一个小型贸易前哨转变为繁华的国际商业中心，促进了连接马来群岛、印度和元朝的贸易网络。然而当时有2个地区强国，北部的大城府和南部的满者伯夷，他们都声称拥有该地区的主权。故事发生在1938年的某一天，当时的淡马锡国王帕拉米苏拉指控他的一名妃子通奸，并当众羞辱地剥光了他的衣服。为了报仇，他的父亲桑拉朱纳塔帕 Samrayuna Tapa 是帕拉米苏拉宫廷的一名官员。他秘密通知满者伯夷国王，如果淡马锡受到入侵，他将效忠满者伯夷国王。作为回应，满者伯夷于1398年派遣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围攻淡马锡。根据马来年鉴记载，淡马锡王国最终于1398年被满者伯夷麦德帕黑起劫，并将淡马锡烧毁。根据葡萄牙资料记载，最后一位国王帕里米苏拉 Tyra Mysora 于1400年逃往马来半岛西海岸，并建立了马六甲苏丹国。轻松一下，让我们来谈谈新加坡这个名字的由来。 Singapore 这个词源自梵文的 Sing 是狮子和 Pora 是城市，意为狮子城。这是因为前面提到三佛齐王子狩猎时发现了狮子，从而决定建立这座城市。新加坡的英文名称 Singapore 也是从 Singapore 演变而来的。时间来到大约1613年，当时葡萄牙人想要控制马六甲海峡的贸易，但是遭到了淡马锡王国的抵抗。葡萄牙人为了报复淡马锡王国，派出了一支舰队，攻击了淡马锡，就是今天的新加坡，并将其烧毁。至此，新加坡城2度被人烧毁。后来新加坡逐渐被人们遗忘。时间快进到1819年，新加坡又被人发现了。在这里，我们花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个很重要的英国人史丹福莱佛士。他出生于加勒比海牙买加，当时为英国殖民地，幼年家境贫困，14岁被迫辍学，进入伦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充当雇员，以供养母亲和4个姐妹。该公司是一家半官方性质的企业，负责英国在远东殖民活动。他依靠自学，钻研科学，学习数种语言，尤其对博物学颇有兴趣。1805年，他被公司派往今天的马来西亚槟城，从此开始了他与东南亚的一段情谊。槟城是英国在河属东印度群岛的立足点。他钻研散居在群岛上马来亚人的语言、历史和文化，赢得了印度总督明托勋爵的赏识。1818年12月，莱佛士奉黑斯廷斯之命，在马六甲海峡东面建立前哨基地，从而开辟了向南中国海扩张的通道。马六甲海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通道，
如果朋友们有兴趣，请留言，我会专门做一期视频来介绍马六甲海峡。莱佛士于1819年1月29日在马来亚半岛南端一个小岛上建立了一个自由贸易港，即今日的新加坡。他在当日宣布，东印度公司已经从苏丹手中获得新加坡的治理权，而事实上这个治理权来的并不完全合法。当时合法的苏丹并未同意莱佛士的要求，莱佛士是在推翻了现任苏丹，并另立苏丹之兄为名义上统治者后，才取得新加坡。莱佛士成为新加坡总督，并于1823年1月正式宣告新加坡为自由港。根据1824年3月条约规定，荷兰放弃对新加坡的一切要求。同年，莱佛士因健康状况不佳，于1824年返回伦敦。他被誉为东方学专家，并资助建立伦敦动物园，当选为第一任园长。他也是伦敦动物学会的首任主席。1826年7月5日，莱佛士爵士于伦敦即将年满45岁之际与世长辞。19世纪标志着新加坡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新加坡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该岛作为商业和贸易中心而蓬勃发展，吸引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新加坡带来了一段黑暗动荡的时期。新加坡沦陷于日本的占领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和磨难。二战结束后，在李光耀等知名人士的不懈努力以及推动下，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合并，并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员。然而这个联盟是短暂的，这是因为新加坡在英国统治的时代就获得了自治的权利。新加坡是马来西亚联邦里唯一敢与联邦政府拍板叫案的州政府。因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存在着种族、宗教、经济和政治上的分歧，马来西亚联邦政府担心自己没能力控制新加坡。1965年8月6日，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多拉曼在吉隆坡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决定将新加坡从联邦中除名。1965年8月7日，东姑阿多拉曼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吉隆坡的梅利亚酒店会面，签署了新加坡独立协议，授予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的权利。1965年8月9日上午10时，新马分离议案在马来西亚国会迅速3读通过，参议院一致通过该议案。东姑阿都拉曼在国会宣布，新加坡已经不再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1965年8月9日下午3时，李光耀在新加坡的电视台发表了一段讲话，宣布新加坡已经从马来西亚联邦退出。至此，新加坡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标志着新加坡共和国的诞生。好了，朋友们，这就是新加坡非凡历史的一篇。如果您和我们一样对历史着迷，请不要忘记点击喜欢按钮，与其他历史爱好者分享此视频，并订阅我的频道，以了解更多迷人的历史之旅。下一个视频，我将带领大家了解新加坡的非凡成就，继续拥抱塑造我们世界的故事。感谢您的观看。